不再说都是你害的。一个周六早晨，阳光明媚，早餐桌上却气氛凝重。你迟到了整整1个小时，明知道今天要带孩子去打疫苗。太太愤怒地说，我不是已经说了昨晚加班吗？你怎么每次都只想到你自己？先生语气也不甘示弱，两人你来我往，最终落在这句话上，都是你害的。一语成伤，空气凝结，孩子默默看着，大人却只想证明自己没有错。那天他们去打疫苗，没讲一句话，回到家，两人各自关门，像是室友，不像夫妻。这样的场景，你熟悉吗？都是你害的，这句话可能只是无心的发泄，却是信任关系的一道深裂缝。信任一旦裂开，就不是道歉一句对不起就能修补的。重建信任与连结，不是一场情绪的大扫除，而是一段细水长流，需要持续灌溉的重建工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失去的信任真的能找回来吗？还是心已死，只能各自安好？我们这一刻就从这个问题开始。信任不是一次性的努力，而是关系的日常存款。想象一下，你们的关系像一个共同账户，每一次体贴的举动就是一次存款，每一次指责、冷漠、失约都是提款，甚至是盗领。有一对夫妻结婚10年，先生总觉得自己努力赚钱，供房供车，应该足够表达爱。太太则常觉得他忽略自己，从未好好听他说话。有一天，他忍不住说，我们一起生活，却像陌生人。这句话不是突然爆发的情绪，而是多年来信任账户逐渐被透支的结果。重建信任，从不是一次性的诚意表达，而是持续的在日常中累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我在乎你的存款。但这里有个关键难题，如果我已经被伤过一次，怎么可能再信你？当一方曾失信，无论是说谎、冷暴力还是更深的伤害，另一方内心会默默进入观察模式。这种状态很常见，像这样的对话，你说你改了，我看你能维持多久？我想相信你，可是我怕又受伤。这不是故意怀疑，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。心理学家形容信任像玻璃，碎了即使粘回，总有裂痕，但这不是绝望的句点，而是提醒我们重建信任需要时间，也需要行动。而这个时候最忌讳的是一句话，你怎么还在翻旧账？这句话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伤痛被轻视，也让信任更难回来。真正有效的是愿意接受我需要一段时间重新相信你的过程，但这条路总要有人先开口，那个人会是你吗？从彼此指责转向彼此理解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说都是你害的时候，其实是想说我很受伤。问题是我们太常用控诉包装情绪，而不是表达需要。就像一位太太说，她回来就滑手机，都不理我。其实真正的心声是，我希望你能关心我，问问我今天怎么样。而一位先生可能说，你只会管孩子，根本不在乎我。其实心底是，我好像在这个家里没有人注意我了。当双方都在伤口上撒盐，就只能比谁更痛。但若能在情绪之下看见对方的渴望，语言就会转化成连结的桥梁，从你怎么总是转变成我感觉，从你根本不在乎我转为我需要被理解。这种转换不是技巧，而是选择信任的语言。连结的起点是愿意再次靠近，信任的修复不是靠长篇大论，而是靠一次次微笑，真实的靠近。有一对婚姻曾几近破裂的夫妻，先生曾经外遇，
重建的路上，太太说了一句话让人动容：我不想假装没事，但我愿意陪你慢慢走回来。这样的态度不是软弱，而是强大的选择。在婚姻里，有时我们等待对方先靠近，但如果你愿意迈出那一步，发一封关心的讯息，一起去散步，聊聊彼此近来的压力，你会发现连结就在一次次不逃避里慢慢重生。连结不是靠激情维持，而是靠愿意在日常中相遇。信任的3根柱子：诚实、一致、回应。重建信任不靠华丽承诺，而靠3个平凡却关键的态度。一、诚实，不再隐瞒，不说善意的谎言，即使会让对方难过，也选择说真话，因为诚实是信任的开始。2、一致，说到的要做到，今天说爱他，明天就别忘记回他讯息。小事上的一致性胜过大事上的偶尔浪漫。3、回应，当对方表达情绪，不要冷处理，哪怕你不懂，也试着说：我听见你了，谢谢你愿意告诉我。这3根柱子不高调，但稳固，一天一次的练习，信任就在生活里生根。真正的信任是能一起面对脆弱。有人说，信任是我知道你看见我的软弱，但仍选择不离开。当我们能在对方面前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很害怕，而对方没有责备，反而说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那一刻连结就深了。不是完美的婚姻才有信任，而是愿意承认不完美，仍然选择相爱的婚姻，才有力量重建信任。结语：信任是一辈子的工程。我们习惯追求快速修复，一封长信，一次深谈，一次道歉就一笔勾销，但信任不接受速成，它更像种树，不是今天种明天就结果，而是每天浇水、除草、晒太阳。某天突然发现，原来绿荫已经覆盖了你们之间曾经的荒芜。当我们不再说都是你害的，而开始说我们一起走过这些，你会发现那些裂痕不是结束，而是通往更深连结的路口。让我们一起学会，不是靠证明对错，而是靠选择爱，重建这段本来就值得珍惜的婚姻。